我是没有回天之力了，是战是和，把会议的结果送交西口的蒋总裁吧。1949年4月20日的晚上，这注定是一个让人难以入睡的夜晚，也是一个改变中国近代历史走向的一个夜晚。身为代总统的李宗仁在总统府召开了最后一次行政会议，继续讨论是否在和谈协议上进行签字。而在会议开始之前，美国已经通电表明放弃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也就是说，先前承诺1万美元的原款将不再兑现。如今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让身为代总统的李宗仁也感到无力回天。然而，身为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的何应钦却觉得无所谓。他撩起袖子看了一下时间后，便命中央台用广播声明拒绝签字。此时，在北平的毛主席也是徘徊辗转，这个夜静得可怕。虽然他早有预感和谈不会成功，但他还是要等待南京政府最后的态度。随着总统府会议的结束，南京政府的广播声明也随即播出。南京政府对和平协定草案8条24款似未便同意，有以渡江要求，实非即可同意。听到这样的广播，让守在收音机前的张治中一行人瞬间面如死灰，所有人的心情跌落到了谷底。20天的努力就这样付诸东流了，让整个南京代表团将怨气都撒在了李宗仁的头上。蒋介石打个喷嚏，这个李宗仁就咳嗽了，把我们全给耍了。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让张治中以为是南京方面打来的，不由接起电话就是一顿咒骂。可当电话另一头传来周恩来的声音时，让他瞬间就尴尬了。原来毛主席也收到了南京政府的广播，他担心南京代表团情绪失控，便急着接见张治中一行人。可此时的南京代表团可以说是六神无主，心情沮丧，处境可谓是相当尴尬。毛主席见众人一个个坐着都不说话，便率先问起了众人这20天在北平的日子，对北平有何看法。北平啊是廉洁光明啊，南京啊是腐败昏暗。你们的蒋委员长如果听到了，非骂你们是被共产党洗了脑筋不可哦。我只看重事实啊。其实今晚主席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劝南京和谈代表团的众人留在北平，毕竟现在和谈已经破裂了。他们这个代表团在老蒋眼中就是投降派的代表，回南京后绝对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特别是张治中在和谈的关键时候还写信逼老蒋出国，可谓是老蒋的眼中钉肉中刺。在结束交谈后，主席又交代周恩来让他尽量联系南京和上海的地下党，想尽一切办法将南京代表团的家属秘密送来北平。当张治中重新回到酒店后，终于接到了黄绍竑从南京打来的电话，他连忙追问黄绍竑是不是跟李宗仁在一起，现在南京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此时他还是奢望李宗仁能够重新改变主意，然而黄继宽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直截了当的表示详细的情况就是以刚刚的广播为准。随后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张治中，文白呀，明天我就要飞香港了，请你多多保重啊。可张治中还是很不甘，他请求李德公接电话，但李宗仁知道张治中这是要质问自己为什么违背了当初在南京机场说过的无论谈成谈不成都会签字的承诺，便挥手拒绝了。可哪怕是这样，张治中在挂掉电话之际还是让黄绍竑转告李宗仁，让他在南京不要动，如果有危险可以直飞北平。毛先生会欢迎您的。黄河一去，一切都完了。与此同时，身在西口的老蒋也收到了南京政府拒绝签字的电报。他知道解放军不日就会渡江，为此他当即给毛人凤下达了5道命令： 1. 命令保密局协助汤恩伯抢运上海的物资； 2. 控制上海所有的船只； 3. 集中京沪杭的6个交警总队参加长江防卫； 4. 控制上海的资本家，命令他们不得私自隐藏物资；第5就是逮捕上海的地下党。抓的抓，杀的杀嘛。是，我一定完成任务。从这几条措施就可以看出，老蒋所有的部署都是以围绕上海为中心，试图把战火吸引到上海。因为当时的上海有很多外国人的利益，各种租界、侨民、资产极易引发国际冲突。解放军如果进攻上海，老蒋赌欧美列强会出兵进行干涉，到时候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也不是没有可能。随后他又命令小蒋立即把张治中的家属扣押起来，又强迫于右任等元老登上飞往台湾的飞机。而此时的北平5大书记齐聚一堂，正在讨论发起向全国进军的攻击命令。几大书记一致认为，让大炮的轰鸣声在20日的午夜里打响，总攻击的命令由朱总司令发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时这道激情澎湃的命令吧。
野战军全体指战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同志们，我命令你们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面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